我们来看看这则新闻，这是台裔美人前美国交通部部长赵小兰的胞妹，她的小妹妹哦，前一阵子在美国意外死亡。这个女士叫做赵安吉哦，她是这个赵小兰的妹妹，福茂集团董事长兼执行长。她怎么意外死亡呢？警方有初步调查告诉我们说，是当时赵安吉开着一辆车坠入一个池塘，然后很不幸的溺死了。可是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看。前这个副总统参选人也是星光集团的公主吴欣盈她也发文哀悼。原来赵小兰的胞妹赵安吉这一位不幸去世的女士是她的闺蜜她们两家有3代的世交。可是呢，这个算是华人圈里头重量级或者是很有名的女士的这个意外逝世据说现在在华人圈有很多的揣测跟阴谋论，其中有一个阴谋论就说这里头水很深一开始这个新闻是由对岸的财新网披露的，那个时候的报道还说是被大卡车撞死的。后来美国的警方调查就不是这样子嘛。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不管是美国，不管是东南亚，不管是我们看到在台湾有一些华人圈里头的密文就在流传了，说其实背后是有人指点的，那不是意外。可能是有人刻意的，怎么讲呢？我们先来看看赵安吉他除了是中国银行的董事会之外，还是中国船舶这个工业总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的先生叫做布雷尔，长期在中国进行一些投资那是不是跟这个方方面面的关联有关系？所以他的太太会被可能有人这样想。假装意外让他死亡呢？因为布雷尔在北京的合资公司 IDG Capital 的这个公司已经被五角大厦列为陆军工企业名单，就是被限制了，已经停止他在这个地方投资了那这么巧，就是停止他投资的隔天，18个月后的隔天，赵安吉就身亡。那这当然是有一些连结啦，因为现在包括美国警方都说这是意外这是意外。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赵小兰最近她自己的公司也被美国政府制裁，而且呢，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赵小兰公开的抨击川普认为他有歧视的这样的嫌疑这是赵小兰离开政府单位的工作之后罕见的公开回应川普的社群媒体的贴文，指责川普有一连串的种族歧视那对中国来说，美国在今年年底的总统大选到底选出谁来对他比较有利呢？看起来不管是川普或是拜登当选，对中国来说可能都是毒药。所以有这个2碗毒药说，包括 ING 的分析师就讲说，如果中国在这个川普再度当选的话，中国在台湾、南海更是有恃无恐，因为川普可能会收回一些区域的驻军或者是要这些区域的驻军的驻在地付费所以北京的势力会随之扩张所以包括像这样的呼声对中国来说，它有一个新形态的阴影的剧本。而另外呢，我们看到最近在欧洲有一场会谈。这是来自于中国公安部部长王小洪跟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尔卡斯2个人见面，谈的是什么呢？因为最近有很多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入境美国的时候，可能受到一些刁难也好，歧视也罢都遭到各方面的抗议，所以王小洪也跟马约尔卡斯说，能不能够请你对我们的中国公民在入境的时候获得公平的待遇，还有充分的尊重。而另外呢，我刚刚讲了，中国有各种的方案，可能剧本都准备好了，不管是川普当选还是拜登当选，他们都会有剧本因应。来，我们先请教赖老师，你怎么看这一些包括赵安吉的死？因为现在华人圈传言很多，甚嚣尘上。我们当然尊重美国的调查结果，可是会不会其实不是空穴来风啊？我觉得台湾的独派的媒体对这方面的文章做的比较大，在海外反中的媒体在这方面文章做的也比较大，但是像我们保持客观新闻中立的媒体，反而不会这样做，像 T 台也就不会这样做这个新闻了。原因在哪里？是因为这个赵安吉他的姐姐赵小兰其实很著名的，是共和党小布希时代的时候就当过他的劳工部的部长，然后在川普的时候也当过他的运输部的部长，
他的先生迈凯尔，那也是共和党的领袖，所以他们一家族里面在共和党的影响力是很深的。而且不要忘了，共和党跟台湾的关系是很好的。赵小兰的父亲，赵小兰的父亲是从台湾过去的，到美国去的，而且当时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完这个交通艺术科，然后交通艺术系，然后在台湾也是在我们的行政院的考试院主办的下通过了这个船长的考试后来才移民到美国去。那移民到美国了以后，那么把家人也都接过去，孩子都在那个地方出生，最小的孩子就是赵安吉，所以他们事实上跟我们的关系是很深的。那怎么会涉及到所谓的跟大陆之间的这些军工企业的关系呢？更何况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女儿跟美国政府的关系这么的密切，所以我觉得这一些传言，这一些这个挑拨，我倒觉得我比较保留。我倒认为应该要因为一个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这么大的一个家族，而且在经济体是这么强大的一个家族，然后说会涉及到这种这个美国的政府，或者是跟 CIA， 或者是跟情治单位，或者是跟大陆的情治单位等等有关的这种传闻，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空穴来风。那么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捕风捉影。对，捕风捉影，我不太相信我基本上。不过我们所知道的，美国是说他开的是特斯拉。对，我看到的报道是这样。那我们也都知道特斯拉有没有失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调查。也就是说，特斯拉有时候有爆冲的这种现象，这个当然也是需要调查的，因为说是在一个农场里面，那么开特斯拉，然后掉进河里面，然后在里面溺死，那这是官方的报道。那我是觉得说，那当然特斯拉的车子也要去做检验，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不过我觉得这个王小红跟美国的一个是跟王毅的问题要连接在一起。是为什么？因为公安部特别跟美国的相对的同事在谈有关于对留学生的不礼貌的行为，而且是一种欺负的行为，这个就是一个坏事。那在王毅在演讲的过程中，就特别警告美国。特别跟布林肯的对话里面，就特别警告美国，那么引用了刘备的一段很重要的话。有人说是朱熹也有引用同样的话，这句话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那也就是说，不要以为对留学生做这些不礼貌的、不公正的、不好的事情，你以为是小事情，小事你就可以，坏事你就可以，小的坏事你就可以做。他是在提醒美国人，小坏事不要做。小好事倒是要多做一点，我觉得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中国大陆已经对于美国、对于中国的留学生的这一些恶行恶状已经在重视了，所以由部长级、由外交部长跟公安部部长直接来会谈，那也就是提醒你美国人，你不要再做了。如果再做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迟早会有反制的动作。是，来李老师。这个赵小兰的事我实在不清楚。无以置评真的，而且他们这种豪门深似海都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体会的，而且好复杂的牵连对，都豪门深似海，跟这个吴家公子他们是闺蜜，有没有？这个显然跟我们的生活距离差太远。跟吴欣盈是闺蜜对，我们就算了3代交情的，我们就不提了。那导致呢，美国的这个态度，几个事可以提一提。我不晓得2位的经验怎么样，至少我的经验里。跟我的朋友的经验里，全世界入境最不友善的国家叫美国。全世界入境最不友善，好像把美国都当作贼一样。对，美国都当作偷渡客。对，当作贼一样的。你为什么来美国？对，然后要顶多久？这等点了，所以现在逼不得已，不到最后关头不去。第二个，我也听说，不晓得真的假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节目平台里，现在对美国批评比较多的人，听说进去也不太礼貌。真的吗？我听说希望还好我没去。希望不是真的，不是，这是好了。拉回来，第一个来看看呢，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对川普或者对拜登，可能当选的2个人，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幻想。而且更重要的是，这2个人都当过总统，这2个人的部署、人马、做法，大概都已经有路可循。
而不是说忽然冒了一个新家伙，哎不，这哪里跑出来的？所以基本上说，中国大陆备有2套方案来因应不管谁当选的处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以前是用猜的嘛，现在不用猜了，大概4年的这个经历够了啊，他的人马、他的智囊、他的智库、他的思维、他的作为，大概都清楚了。中国大陆应该对这个不会有任何的幻想，也不会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一个哪一个人当选的基础上。我印象很深，就是川普刚当选的时候，我刚好有个机会在大陆参加一个研讨会，在里面呢就这个众说纷纭，每人都在说川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是个什么样的，大家都在猜啊。还有说我有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听了他讲的什么话，但等等，大家都是用猜的，现在不用猜了，应该心里做好了准备啊，这个才是中国对美国应有的一个基本态度。然后我觉得中美之间的现在的谈判里也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显然是美国求于中国可能多于中国求于美国。这个你可以看过去的历史，那老美那是高高在上的，你要来见我，那你是照我的规则，照我指定的时间地点做的，现在显然都不太是了。这里面等等都告诉我们，美国也急了。那双方之间到底谈了什么？谈的结果会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当然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美国的急绝对超过中国大陆的急。左老师怎么看呢？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说赵小兰的这个跟川普之间的这个口舌哈，那当然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赵小兰其实曾经担任过川普的这个运输部长，那后来是在国会暴动事件的时候，他第一个辞职。那当然这可能就种下他跟川普之间的这个曲语啊，就是这个双方的不和。那当然他的这个夫婿是这个Mitch McConnell， 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的领袖。所以这个当然也跟川普要去影响跟控制整个所谓的国会党团也有很大的关系。不过我觉得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说，为什么像川普这样子一个这么多纠纷、这么多口舌纠纷、这么多这个甚至官司缠身的人，居然在美国他的这个民调还遥遥领先？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说，其实现在人的这种对于政治人物的这种喜好的投射，有时候不是你是一个完美的人，你是一个完美的人，不是因为你的身段很优雅，而是可能你反映了这一般人的各种喜怒哀乐。所以那个可能会让更多人会对你这个死心塌地，会这个一路相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跟我们以前对政治人物的想象不太一样。那我觉得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在电视台上讲到这个王小洪，我觉得反而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王小洪这一次不单是在奥地利跟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长见面，他还跟匈牙利的这个总理也见面了。那我们先讲跟美国这个部分，其实在国土安全部新闻发布里头说，他们1月10号就已经视讯会谈过了。所以你看，我觉得这是2方面的。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可能也认识到了说，很多他跟大陆之间互动的一些他们所碰到的一些瓶颈，可能还是需要跟大陆的这个执法部门沟通。还是要去通过这个执法部门能够解决一些他们所碰到的困扰。但是反过来说，大陆其实在他的执法部门现在对他来讲非常重要，就是所谓保护大陆人在海外的利益，这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跟我们这个渔船所碰到的情况是类似的，就是说你海外你大陆的这个官员如果不能够保护他自己的这个国民，他在大陆他就没有办法立足嘛。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一厢情愿，你要从他的立场去看他所要面临的一些挑战也好，质疑也好，他的一些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们在看到他们两边会面的时候，他反映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觉得匈牙利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因为匈牙利啊，其实是现在华为在欧洲最大的中心，甚至是华为在中国大陆以外最大的一个制造中心。那所以当然他非常清楚嘛，就是说因为你匈牙利跟大陆关系好，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制造中心也好，科技研发也好，移到你那里去。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基础上，他们现在展开安全，就是所谓的执法合作，这个就
会是以后我们看到大陆跟其他一些它互动很密切国家的一些互动的模式，比如像大陆跟越南，它最核心的一个互动的环节也是在执法部门的合作，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未来大陆这跟它所有关系非常亲密国家的互动里头，我觉得不能忽略就是他们公安部门或执法部门的一个角色。好，俄乌战争还在打，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节节败退，俄罗斯已经攻下了乌东的门户阿夫迪夫卡哦。那我们看到呢，西方各国还是源源不绝的把军援给送进去，包括美国拜登总统保证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而加拿大也将提供超过800架的侦察无人机。另外，我们看到日本人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向乌克兰提供158亿日元的支援，是干嘛？扫雷等灾后重建。”仗还在打，你已经在看到未来的重建了。而另外，俄罗斯这边，俄罗斯那当然看起来它这个步步进逼，可是它国内其实很多的这个后援啊，恐怕也开始捉襟见肘了。包括您看到现在它的弹药已经不足了吗？因为媒体发现它向乌克兰发射北韩制的飞弹。而俄罗斯跟北韩之间的友谊看起来越来越升温喽，因为现在普京送给这个金正恩一辆俄制的汽车，供给金正恩个人使用哦，说是那个纪念两个人的情谊呀，两国的友情。不过呢，我们看到像是俄罗斯两边乌克兰也一样都会有一些飞官嘛他互相可能驾机投诚，俄罗斯的飞官他投诚乌克兰。可是很不幸的，我们看到呢，他今天被发现在西班牙遭到枪杀，全身有12个弹孔所以这个有很多包括暗杀啦、情报啦，在这个区域不断的在发生。而另外，欧盟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欧美要援助这个乌克兰这件事情呢，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呢，下一任的北约秘书长到底是谁？可能也是洞见观瞻。美国拜登、布林肯希望由他出任冯德莱恩这位女士，可是看起来肖兹德国觉得再等等肖兹坚决反对，因为他认为他对俄罗斯的立场，这位女士对俄罗斯的立场太过强硬，可能对未来欧盟的发展或是北约的发展不是好事。而另外呢，俄乌战争僵持实在太久了，我们看到有一个新的讯息出来，传说美军考虑在英国部署核武，希望用这个核武来施压俄罗斯停战，让它停战，有这么容易吗？这个是外界的一个传言。而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北约跟俄军开战的风险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越来越高了呢？这个也是专家的说法。可是呢，我们一方面制裁对俄罗斯做一些经济的这个管控跟制裁，奇怪了。你制裁他，可是他制造战机的脚步没有停歇啊！苏凯35的战机现在产量飙升，所以外界就说你美国是制裁假的吗？到底是制裁哪一点的？因为现在莫斯科还有能力维持，甚至可能增加苏凯35战机的生产，包括你的晶片啦，还有半导体零件不是已经停止供应了吗？到底是怎么让他们取得的所以中间很多的这个漏洞吗？来，先请教赖老师。乌克兰的这一次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就是阿夫迪夫卡它被打下来，其实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2014年之后乌克兰跟北约就卯足了很大的力量去经营建设这个城市。这个城市32平方公里左右，而且他们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坚强的堡垒。为什么？因为它离顿涅茨克的首府就10公里。所以他们控制了这个城市，然后建立起一套一整系列的到南部马卡夫，然后到北部，那么去对于顿涅茨克共和国的一个攻击的一个路线，它是建立起一个攻击线。那现在转变成为一个防守线，过去是攻打这个顿涅茨克的一个前沿阵地，然后后来俄罗斯那么反打了以后，它转变成为一个防守的阵地。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这个要塞32平方公里，你想想看，它的坦克也好，大炮也好，坚固的工事都摆在这个地方。美国也卯足全力供应乌克兰，在这个地方彼此之间厮杀了1年。那厮杀了1年，最终乌克兰不知溃退倒了，
名称为撤退，其实是被击溃了，部队丢盔弃甲，坦克、大炮都留在现场，人赶快跑，跑的过程中还被炮弹不断的在后面攻击，死伤殆半。那当天一天大概估计死亡1500人左右。那各位想想，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战略城市的沦陷，所以使拜登气到不行。拜登就骂他们的美国的国会，说都是你们不拨钱，所以你们造成了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败。然后当然对乌克兰的这个新的总司令来讲哈，当然要粉饰太平。对泽连斯基也一定要粉饰太平，就是说，哎呀，这个是为了这个乌克兰士兵的生命跟尊严，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转进这样的一种情形，这个都可以理解。好，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是如此，那又在强调说俄罗斯的弹药不足，这就显得很讽刺了。弹药不足的俄罗斯能够打下一个北约全力支持的乌克兰摆重兵在这个地方的战略城市，那这不合逻辑吧？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新闻是真，什么新闻是假。那也就是把俄罗斯说成他们那个已经没有能力了啊，他们已经开始没有作战力了，这个就是假新闻。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打下这个城市的时候，再往前推了8公里，推了8公里，这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代表俄国在往前推进的那8公里，再扣到10公里，就等于是将近20公里的土地。那这代表乌军要威胁顿涅茨克的首府已经越来越困难了。那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一个防线，建立一个新的防线，也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反攻线。这个目前来讲，对乌克兰来讲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了。所以，如果美国跟北约真的不能够把援助及时的送到乌克兰的话，那乌克兰的情况看起来是很不利，因为这条战线可能会整个会逆转，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口。另外，我觉得有关于传说说美国要在英国部署更重要的核武器来逼迫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中停手，这简直是一个，如果这是为真的话，这简直是弱智的现象。所以我估计这是一个假的消息。为什么呢？俄国的核武啊，5000多枚，跟美国是并驾齐驱啊。俄国的核武的投射能力啊，已经可以直接打到美国的本土，而且一点困难都没有。不管是越过北极海，或者是透过核动力潜舰，所以如果说美国把核武放在那里，就逼得俄国那个不敢再对乌克兰动手，这简直是荒唐的事情。怎么会有这种新闻呢？很多讯息啊，其实真真假假，刚才老师讲了，大家还是要自己小心的分辨。来进一下广告。好，观众朋友，我们回到了新闻大白话的现场，为您插播一则最新的讯息，这是来自于对岸。美国考虑以中俄合作要制裁中国大陆的企业，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反驳这个是来自于毛宁的说法。他说，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规依据、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还有长臂管辖。所以我们看到来自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说坚决反对。来请教左老师。好，那俄罗斯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当然是美国对中国大陆施加压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哈。但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可能还是关心，就是到底俄乌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到底这个双方有没有可能走上谈判桌？现在看起来，其实乌克兰的情况是越来越紧迫，越来越困难。那当然，其实。既然讲说各国要援助乌克兰各种武器，但其实这可能不是乌克兰最缺的，因为事实上去年就援助了非常多的武器，原来都不能够送到乌克兰的，后来都送到乌克兰的，包括德国的这个豹式战车，包括美国马上要送到乌克兰的这个 F-16，这些对乌克兰有帮助。可是乌克兰最缺的是什么？是人力，因为乌克兰的人口本来就比俄罗斯要少很多。它大概只有俄罗斯的大概是1/5吧，那大概1/4左右。然后呢，它又流失了非常多的人，流到了那个海外，变成了难民几百万在这个欧洲。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的这个募集人力非常困难。那之前的那个扎卢日内，就是因为跟这个泽伦斯基针对这个所谓动员的问题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因为扎卢日内就知道说他没有办法再征募这么多的士兵。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其实的确很多北韩的武器是送到俄罗斯。那因为俄罗斯也的确它的这个弹药生产其实是有空缺的。但是北韩武器也并不是那么糟了，虽然北韩武器说是它这个它的这个精准度呢，其实有大概失败率有在20%，可是呢，它可以远距离的发射，这个对俄罗斯是有帮助的，就是说它可以从俄罗斯本土就可以打到乌克兰去，所以当然这个对俄罗斯还是有帮助，更何况它是量的问题，就是它需要这么大量的这个炮弹弹药，那它本身的生产是赶不上的。那既然北韩提供这些，那俄罗斯提供北韩什么呢？当然，我们就看到去年下半年开始包括这些先进的武器，甚至是一些新的先进的技术，比如像北韩发射的这些所谓情报的卫星或者是长程的飞弹。这些其实都已经看到俄罗斯影子在背后。那我认为未来下一步关键是什么？就是双方会不会重启原来在苏联时代签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因为现在北韩只有跟中国大陆有签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其他国家都没有。那如果俄罗斯也签了这个，那我觉得双方就会重新回到苏联时代的那个结盟关系。好，我们接下广告。好，我们最后请教李老师。这样子啊，第一个，这个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事啊，不管拜登怎么承诺，那你要把众议院解决嘛。众议院解决不了，这是讲谎话嘛。第二个呢，这个呢，加拿大支援的800架的这个无人机有没有？我先要问一下，有没有大疆制作的嘛？这个不清楚不是，没有大疆挥不起来嘛。我可以跟你这样讲嘛。那这不谴责中国很好玩嘛。第三个呢，就是南韩跟北韩呢很有意思。现在美国切弹要找南韩嘛，俄罗斯切弹要找北韩嘛，所以朝鲜半岛现在变成乌克兰的金火商嘛。这不是也是很有趣的事吗？但是呢，不要小看俄罗斯。俄罗斯之所以拿北韩的武器，有很多的考量。第一个是双方的关系，第二个呢是确实可以拿到廉价的商品，第三个，因为北韩生产了这么多的武器还没有用过，所以总要清仓一下嘛。试验场嘛。这清仓也是清仓嘛，制造很多。对，因为他至少他没有发生战争过嘛，但是他是一个十足准备战争的国家嘛，所以这个讲起来看，它绝对是很有利的嘛。最后一个呢，战争讲起来有几个要件嘛，第一个不能缺能源，第二个不能缺粮食嘛。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别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两岸之间的关系，很多新闻让一般的民众觉得是不是越来越恶化，有可能要打仗了吗？这是发生在我们前线金门我们看到中国海监船现在也进入金门的水域，这是最新的消息今天早上我们的海巡广播半航驱离，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呢？原因是昨天有一艘金门的观光船，他们在行驶金厦的海域的时候，突然对岸的海警船叫他们停车，然后强制登检，上头有23名旅客，吓坏了耶！回到了金门之后，接受记者访问，有人心有余悸。我们来看看。中国海警上船啊！是上船登检的。登船啊，把我们就是拖了半个小时。是哦，半个小时啊。停船检查半个小时。船跟船旁边。很紧张。有点紧张。有没有觉得特别被关注了？你看头条，很怕回不了台湾。好，你看到这位女士说很怕回不了台湾这个是因为事后他们船已经回到了金门，所以看到记者他们还可以露出笑容。你可以想象当时那半个小时被这个对岸的海警给留置登船，他们其实心里是害怕的万一被这个强制的这个把他们带到哪里去怎么办呢
大家都手无寸铁嘛。那船上有一名台籍的领队，他就说，我们的船是下午3点30分出发，结果呢，途中就遇到了对岸的海警登检，大概半个小时，带团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啊。那这件事情的这个起因，应该是在过年期间，大家知道对岸有一艘3无船舰快艇被我们的这个海巡追赶，后来船上有2名疑似渔民落海不幸死亡所以呢之后中国福建的海警就宣布要常态巡查这个金厦海域，而且在礼拜一就有4艘船接近我们的金厦海域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未来会怎么办？我们就问了这个管碧玲管碧玲说，你可以不要停留啊你啊可以转弯嘛避开他们登检呐或者是说你第一时间赶快通知我们，我们可以去驰援。可是观众朋友，如果是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怎样？你不停留是要跑给他追吗？还是怎么样？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不停会不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武力威胁？这是一般民众会害怕的呀。所以我们来看看，包括如果要打电话求救，到底来不来得及？你说出日号有没有求救？有。当时我们看到他是3点半下午的时候出发，然后在下午4点47分的时候被这个拦检被对岸拦检。然后呢，那个时候在5点19分的时候，半个小时他们拦检完就离船了离开了。这个时候呢，大概再过20几分钟，我们台湾的海巡署才有快艇赶抵现场，然后伴着这一艘游轮算是游艇吧，返回金门的水头港。所以就说来不及啦你要这些民众手无寸铁的民众，或者是观光船，甚至是渔船，到底要怎么因应？你没有告诉我们，你只跟我们讲说你不要理他，卖惨逼的，忽视他，还是跑给他追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管碧玲又加码说，这是对岸伤害人民情感，制造恐慌，表示遗憾。可是这样子的喊话，对于事实或者是民众需要的帮助，看起来是于事无补。包括庄瑞雄他也放话说，中国此举毫不具善意他认为不需要把姿态拉这么高邱国正，我们的国防部部长在立法院被问到这一题，他笑笑的说，不担忧的话，你们就要担忧了，因为记者问嘛，说这个游艇遭路拦查，会不会擦枪走火？这也是今天我也被问到会不会打仗会不会擦枪走火因为大的战争或是大的冲突，往往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星火擦枪走火。邱国正是用哈哈大笑的方式告诉记者说，国防部一定很担忧这种事情，不担忧的话，那你们就要担忧了，哈哈哈他的这个笑容是什么意思呢？另外呢，我们看到对岸这个过去其实某种程度他也是在做这个统战的工作嘛，所以对岸呢曾经推过两岸融合，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呢，我们台湾的官员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中国想让金门克里米亚化，大家知道金门的位置离福建很近那边的民众某种程度跟厦门的来往也比较频繁所以呢，我们的官员就认为说，这个厦门有可能会被对岸克里米亚化。大家知道俄罗斯跟克里米亚的关系，克里米亚它比较亲俄罗斯，而且它是讲俄语的所以呢，像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某种程度要把金门的这一批我们的同胞往对岸推呢？还是怎么样？还是你要污名化他呢？这个有很多的关联性在里头。另外，今天国会新的会期开始，行政院的施政报告在前一天曝光，其中有一项媒体特别把它点出来，就是5年内要组织学生成立自主紧急应变队。什么意思？万一两岸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突然怎么样了可能会有一些民间的自卫队、紧急的这个应变队，包括学生都要被征召，预计成立320队，8000人。在这个时间点，这样的施政报告的内容也让我们心里面有点担心。来，请教盛峰委员。这样子干脆把当时戒严时期的总动员法再重新使用就算了嘛，不要这么辛苦了。总动员法再弄的，那大家这么来个总动员一下。我想大家看的都是很紧张导致金门这件事情，大家千万不要民粹化，然后让真相看不见。我们只要把时间去排出来，各位就可以看到一些真相。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中国大陆有2天是没有反应的，导致民间的反应比
政府的反应强烈多。2天后才反应，那这2天代表了什么？首先，这是一艘什么样的船？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3-5船，小小的一艘船，那要犯罪大概要逃也逃不快了，要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很多人的猜测就是绑铃啊，就是我们讲定制渔网以后去把鱼收回来，收渔后的小船啊。那不管怎么样子发生事情了，发生事情之后2天内，我想大陆也在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大陆也不晓得这是什么样一回事嘛。那所有的证据在台湾的手上嘛，那究竟是不是违法？假如说违法，大陆讲得太早，那他自己会站不住脚。所以等了2天，等到什么？等了什么？究竟这一艘船是什么的情况下，到现在录影带是没有出现的。只有说是 S 型跑，那他去追。那船会跑 S 型，就是我的船速度比你慢，你的船速度快嘛。假如我船速度快，我就15跑的给你追就好了，我干嘛跑 S 型？我小你大 ，S 型来躲避你嘛。OK， 那为什么 S 型躲避以后会出现的这个状况？最后翻了船死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证据在我们的手里，人在我们的手里，到现在为止6天了，各位发生了什么？还没公布啊？发生了什么？这只有2个原因嘛。第一个，真的有发生对我们是不利的事情，就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做了不利的事情，所以要想办法隐瞒，这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第二个也有可能，就是民进党逮住机会了，政治操作一番，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好，这个呢，你只有你的算法。你有没有想到对岸的算法？各位请注意，海警船出现在金厦海域，在今天之前有过吗？这一种游览船我包过，公司旅游活动曾经包过，1个多钟头，也蛮好玩的。因为那时候这个小三通不能通嘛，我们就一个类似小三通嘛，所以我大概也知道大概那个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纯粹游览船。然后呢，你在那边走。所有在金厦海域走过的朋友，应该都可以证明，你什么时候看到中共的海警船在那里出现？据我知道，应该是几乎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他不是把你当敌人嘛。在这个钓鱼台有海警船，在南海有海警船，但是就在金厦海是没有海警船的。在这个的情况下，我们的船去出了人家的人命。到今天6天了，我们什么都没交代，然后我们开始在那边吹牛。第一个就是管碧玲的吹牛，所以那 SOP 啊，你逃啊，逃给他追啊，什么样子？大陆的船逃给追，结果出了人命，那你是要看我们要出个人命，然后可以把事情给搞大是吧？全世界啊，这种事在海警发生的时候叫人家逃的，当然只有中华民国的官员。你有没有听过？没有啊，一定是说先停，让他检查，这时候我们才不会理亏嘛。那是不是他有逾越法律？那他会不会理亏？双方才会清楚。对，你只要一逃，绝对是你理亏。他说可以不要停留，意思就是叫你跑嘛，就是跑的意思嘛。这叫 SOP。我的天哪，这什么官员呐？政客去鬼扯就算了。他是官员呢，他做我们的决策者哎，怎么讲出这么一种不负责任的话呢？第二个就是我在重申的时候，从此以后依照大陆所发表的信息告诉你，那就是从此以后是正常化的巡航了。这本来一艘都没出现的，是谁把它搞得出现的？好，最后一件事，过去要是发生这种事情，我讲左教授在这里。他也担任过这样的工作，他很清楚这种事情一发生，马上危机处理。那大家了解一下，出了什么事能谈 QRB 到底就 QRB 到底嘛？什么意思出了人命了，那到底责任在哪一边？那过年期间该补偿就补偿嘛，对，该交代就交代，然后双方大家把这事情做一个交代，然后最后大家讲好怎么停就解决了。结果现在民进党想了借这个机会。要么要逼着跟中共谈判，没有人会跟你谈判的啦；要么就要来抬高双方的这个怎么样子仇恨对峙值。仇恨对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用503做借口，结果我们的还在受困。现在用这个事情做借口，谁受苦？就是我们金门人受苦，就是金门的移民。你我不去金门没事吧？但是金门的人怎么办呢？金门人怎么办？我们惹的麻烦，然后让金门人去处理，这真的可恶到极点了。是来这个赖老师怎么看呢？我们最担心的民进党，其实就在于他用的官员无能又外行。那管碧玲现在展现出来的就是他的外行跟无能。他说有一个标准作业程序，就叫 SOP， 说你可以不用停船，你继续跑你的，而且也不要让他们上船来临检等等。他说或者是转弯来避开他们的登检。那转弯就是 S 型嘛，好，就是你就要绕 S 型，避免他登检。詹志宏啊，也当过这个陆委会的副主委，在2023年，就去年4月份的时候，他召开一个记者会，谈到在台湾的中部海域啊，那个大陆的海警船也在那个地方实施巡查。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谈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可以在海上巡查，也可以登船临检。所以我们的船可以对于我们要检查的对方的船只，例如说渔船，我们可以靠近它登船上临检啊。那为什么大陆的海警船就不能够登船临检？当然是可以嘛。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可以到大陆的渔船登船临检，大陆的海警船也可以到我们的渔船来登船临检。那你管碧玲说标准作业程序是他不可以登船临检，没这回事。那如果说在金门这个海域、金厦这个海域，那过去有没有登船临检，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有了，那也就是现状被改变了嘛。如果说过去没有，那现在有了，就是现状被改变了。民进党执政以来这8年，我们的现状有多少被改变？每搞一个事情，一个现状就没有。防空识别区原本有嘛，现在没有了。台海中线原本有嘛，现在也没有了。所以现在连金厦海域的禁限制水域，在过去我们有这个默契，现在也没有了。那过去为什么都有这个默契？那就是因为有9·2共识嘛，就是因为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我们包括这个 M503，过去也都有这个默契。其实国际民航组织早就批准中国大陆的航线可以飞到台海，靠近台海中线了，本来都已经通过了，但是有9·2共识，马英九派人去跟大陆协调，那因此对方他考虑到尊重到这个台湾的感受，所以往自己那边飞嘛，所以造成他们本身的航路很拥挤，那么飞行员本身很辛苦。那现在对不起，一切都没有了。所以管碧玲第一个外行人，那讲的外行话，可是他却是一个主管官员。然后陈建仁更可笑，陈建仁说：“这个禁制水域是我们两岸的共识啊。”我们两岸的共识的前提是在9·2共识的前提下，你撕毁了9·2共识，那你还凭什么跟人家谈这个禁制水域的两岸共识？这些都是在胡说八道。我们的官员一张嘴就在这边乱讲话，这真的是很不应该。还有一个官员，我一定要谴责他。请问一下，事件发生前你就知道对方的船只是商务船长啊，是商务船啊？不知道吧？事件发生前你绝对不知道，是事后你才知道。知道以后，现在在追究的是在执法是适当执法还是过度执法？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真相。你不要去转移焦点。我们要知道的是真相，是适当执法还是过度执法造成这个悲剧，而跟商务船没有关系，所以我才会觉得我们的官员本身也在乱搞。你就告诉我们真相到底是什么？左老师怎么看呢？像这个前线的民众、金门的民众，现在是无所适从。真的，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担心。其实政府现在需要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公布真相，第2件事情是能够朝野合作，第3个事情是能够派出合适的团体、合适的人士到对岸去展开一个沟通。我觉得这3件事情都非常的迫切。第一个，公布真相；
大家如果最近有上大陆的一些这个网站去看哈，大陆现在已经出现一个故事，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海巡队的队长呢，事实上他自己还经营渔船公司，所以他的这个搜捕呢，其实是图利了他自己的渔船公司。我讲的不是事实，不是说这是不是事实，因为这是大陆方面有一些网站在讲这样子的故事，他们在流传这样的故事，他在流传这样子的故事。那我没有看到我们政府有公布。这个有提供相关的说明，但是有一个就是在自由亚洲的这个网站，自由亚洲电台的这个网站上，它有所谓这个亚洲事实查核中心，它有提出一些反驳哦。那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们政府应该出面反驳，如果这不是事实的话，那我也相信这应该不是事实，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海巡队的队长在同时经营渔船这公司，根据我们的法律是不可以的，因为政府官员是不可以经商的。好，但是对方提出了很完整的事实，包括他怎么样在每一次的搜捕过程里头去图利自己啊，图利自己。那因此，政府我觉得釜底抽薪，政府应该赶快公布真相，而且要把这个真相让大陆的民众能够了解。你要有好的管道去把这个讯息散布过去。所以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就是政府跟这个民进党政府行政部门跟国会跟立法部门应该要合作，是不是能够把相关的讯息最起码能够先让国会的重要的国会议员知道，然后大家在提供这个讯息的时候，能够有一致的步骤。比如像今天这个王宏威立委，他就提出来说，我们海警船呢，其实也有去紧跟大陆的海警船，我们的海巡有紧跟大陆的海警，那来避免他们对我们的船进行临检。那这种情况，当然听起来大家就非常紧张啊，对不对？那两边可能也都会情绪很紧绷，民众可能情绪很紧绷，但是这个也是事实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动态的情况一部分，我们民众需要知道。所以到底哪些事情应该让民众晓得，哪些事情政府需要把它能够做更好的处理？我觉得政府不要都把所有的讯息藏在自己手上，应该跟立法委员做密切的合作，然后统一的，就是大家有一个协调一致的步骤去告诉我们的民众，也通过我们的民众，通过我们合适的管道去告诉对岸。第三个，我觉得真的政府不要这时候还在那边纠结在什么指责大陆也好啦，或者什么批评9·2共识。你看赖清德从当选以来一直就讲说，我绝不接受9·2共识。各位，台湾的确目前还有一些团体是因为有9·2共识可以跟大陆官方说得上话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能够来通过这些能够大陆官方能够去对话的这些团体，民间团体、政党也好，民间团体也好，去展开两岸的一个协商，能够让大陆方面也能够在他的官方能够踩刹车，就不要让这种错误的这种升高两岸敌意的这种讯息不断的扩散，不断的升高敌意，我觉得这个对双方一点都没有好处。是事情发生之后，只要好好的解决它，公布真相，可能就可以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如果不处理那可能就会有流言出来，传闻都会出来了。